江城颇为不耐烦地关上驾驶座的车门，发动了引擎。平时挺能喝的，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就醉成这副德行，真给我丢人。蓝忘机垂下眼帘，看着魏无羡，嘴唇动了动，未曾想那人冲他莞尔一笑，泛着酒晕的笑颜灿烂如初，让他心跳突然漏了一拍。下一秒，那个人对着他伸出了手，只露出2根手指，中指压在食指上，保持着这个手势，笑容渐深。他睁大了眼睛，盯着眼前的人，藏在衣袖里的手紧紧攥成拳。直到车走远了，聂怀桑回过头来，见这个人站在原地怔怔出神，伸手在蓝忘机眼前晃了晃，忘机哥，忘机哥。过了好一会，那个人才缓缓转过头，看着他，眼里繁星闪闪，明天我去帮忙。江城将人扶进房间，吩咐阿姨好好照顾，就匆匆去找江燕离。刚刚他一进门，就听到江丰眠和于夫人在吵架，虽然只听到了几句，他还是猜测出是发生了什么事。早上出门前，于夫人说过，今天金夫人和金子轩会来一起吃午饭，让江燕离好好打扮打扮。本来是件好事，虽然他从小就看不惯金孔雀傲娇的做派，但是奈何江燕离对这个人印象不错，他也不好说什么。但他上楼的时候听到江丰眠说，既然子轩不情愿，我们何必勉强他们呢？强扭的瓜不甜。江城冷哼一声，心想下次再看见那只金孔雀，一定要狠狠揍他一顿。早上醒过来，魏无羡感觉有点头疼，一看时间，都快10点了。走下楼，看见江燕离端着一碗醒酒汤，冲他微微一笑。阿成说你昨天醉得太厉害，今天就没叫你，先走了。谢谢燕离姐。接过醒酒汤，他问江城就说了这些。江燕离莞尔一笑，还说你休想消极怠工。到了公司时，魏无羡看见楼下停着一辆白色林肯大陆，觉得有些眼熟，揉着阵阵作痛的脑袋进了电梯。一进工作室，他就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，和江城、聂怀桑在屋子里忙来忙去，3个人身上都沾了些灰尘。奇怪的是，相比之下，反而让人觉得蓝忘机平白增添了一抹烟火气。有些奇怪，他在心里嘀咕着，他昨天不是说没时间吗？聂怀桑这小子又要干嘛？这一胡思乱想，头疼得更厉害，将聂怀桑绑到一边。他小声问，蓝湛怎么来了？聂怀桑耸了耸肩，我不知道啊。他抬腿就是一脚，踹得对方嗷嗷直叫，宪哥，我真不知道。昨天在酒馆遇到你之后，他就突然说今天要来帮忙。酒馆遇到我？我靠，我怎么不记得？我失忆了。你少忽悠我。聂怀桑竖着3根手指做发誓状，信誓旦旦地说，我真没骗你。对了，昨天你做了一个手势，忘机哥看到后就变特别奇怪，连饭都吃得心不在焉的。什么手势？聂怀桑伸出2根手指，中指压在食指上，凑近他，就这个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看见这个手势，他双眼微微睁大，心脏狠狠痛了一下，只觉得脑袋快要炸裂了，不停地嗡嗡作响，耳边回响起少年清脆的声音，蓝湛，加油。这个手势，这是当年他常对蓝忘机做的一个小动作，每当那人参加辩论比赛，他都会在台下朝那人比这个手势。对方看见后，视线总是会停在他这个方向几秒。魏无羡，你傻站着发什么愣呢？赶紧点餐，就等你来了吃饭呢。江城抬手擦了擦汗，将抹布扔在一边，又去换了盆水。他这才回过神来，掏出手机，点开外卖软件，胳膊肘碰了碰聂怀桑，你吃什么？我有肉就行。这么简单？那我可就随便点了呀。辣子鸡、宫保鸡丁、水煮肉片。聂怀桑有点惊讶，凑近他小声说，你都点辣的，让忘机哥怎么吃？他不吃辣，你不知道吗？蓝湛不吃辣。魏无羡觉得奇怪，以前一起吃饭的时候，这个人明明吃辣吃得面不改色。他狐疑地看了眼聂怀桑，还真点了份清炒时蔬。4个人坐在被收拾得一尘不染的工作室里吃饭，魏无羡留意了蓝忘机下筷的菜肴，发现他真一口没碰那几道辣菜。他夹了块辣子鸡块扔进江城碗里，这道菜好吃，对了，饭前记得报销。江城愣了愣，扒了口饭，瞪他一眼，想得美。辣子鸡确实不错。
过了一会，蓝忘机夹了块鸡块慢丝条里的啃着，恰巧看见这一幕的聂怀桑微微睁大了眼睛。魏无羡一直刻意回避与那人接触，连话都很少接，但是余光却一直偷偷紧锁着不曾离开。这人吃完鸡块，点了点头，仿佛在说确实好吃。一直盯着他的聂怀桑微微张大了嘴巴，眼睛一转，好像想起了什么事。忘机哥，你不是说今天要开庭吗？蓝忘机夹菜的动作顿了顿，下午开庭，时间来得及。聂怀桑啧了一声，嘟着嘴，故意看了一眼魏无羡。上次你下午开庭，我都到你公司楼下了，你都不肯见我，还说什么要再确认下资料。蓝忘机清了下嗓子，看了眼聂怀桑，放下碗筷，起身准备离开。我下午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好，不送了呀，今天真是麻烦你了。没事。聂怀桑起身去送蓝忘机，魏无羡也放下了碗筷。许是昨天喝的真是太多了，他的头越来越疼，闭着眼睛单手扶额揉了揉。江澄瞥了他一眼，扔过来一盒止痛药，示意他喝。心里一暖，拧开矿泉水喝了一口，他又觉得奇怪，手指点了点桌面，你不会给我下药了吧？你有这么细心吗？宿醉后还给我准备药。江澄又扒了口饭，口齿不清地说，谁愿意管你，这是蓝忘机带来的。听到这个名字，他的心脏又是猛烈一跳，微微怔住几秒，他推了下江澄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江澄也放下了筷子，态度突然认真起来，严肃地说，魏无羡，你说实话，你曾经提过你喜欢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不是就是蓝忘机？心砰的一下失去了控制，魏无羡愣住了，两个人大眼瞪小眼，僵持了几分钟，他才结结巴巴地说，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别紧张，我就是想说，这个人不错。晚上回到家，他先是冲了个热水澡，换下略带灰尘的衣服，躺在床上，想起这2天的事，伸出手做个了手势，盯着自己的手指发呆，心乱如麻，越胡思乱想越是烦躁不堪。他起身走出去，拽着正沉迷于看比赛的江澄出去喝酒。别拽我，松开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软磨硬泡都不好使，江澄是铁了心不想再陪他出去丢人。魏无羡给找聂怀桑打了个电话，对方约他在别来无恙见面。挂了电话，魏无羡开车直奔对方发过来的地址，点了份招牌，等了好一阵。聂怀桑迟迟未到，他边等边让调酒师再调一杯。到第3杯时，调酒师提醒道，我们店这种酒3杯必醉，您真要的还要再喝吗？开玩笑，我是什么酒量，能3杯就醉？来来来，继续。